在末世，男人偷摸的用匕首撬着房门，因为他想和远在美国的家人取得联系。而屋子里刚好就有一台通讯设备，可忙活半天，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就在他着急的时候，却突然听到外面有丧尸的嘶吼声。感到纳闷的他只好出去查看。可等他出来时，才看到男孩劳伦特正在对着一只丧尸念诵着经文，而这个丧尸就是教会男孩所有知识的神父。男孩告诉达里尔，自己正在帮助神父重新恢复神智。这时伊莎走了过来，他找了个借口支走了劳伦特，然后便想着向达里尔解释这一切。但在努哥看来，这群人的思想和行为处处都透着一股怪异，还是早点离开这里比较好。当即便返回屋里想收拾东西离开，可伊莎却是关上了房门，直接向他摊牌了。他希望达里尔能够带着劳伦特一起离开，还说什么达里尔就是信使，有着上帝的使命，他需要将劳伦特这孩子带到一个地方，从而拯救苍生。为了让达里尔相信，伊莎拿出了一张画递了过去，只见上面画着大禹治水的景象。伊莎表示这是劳伦几周前所画，画中从海里走出来的靓仔就是护送他的信使。可对从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达里尔来说，这完全就是在扯犊子。就算上帝他老人家真的存在，那他现在的想法也是赶紧离开这里，想办法回家。可伊莎依旧进行着劝说，表示他们的领袖是一位佛教高僧，几年前朝圣的时候路过这里，高僧在劳伦特身上看到了一个预言的答案。就在半年前，高僧传来消息，表示时机已到，希望他们能将劳伦送往法国北部的基地，那里则将劳伦培养成为新的救世主，从而引领人类复兴。但负责护送的神父出门没多久便发生了意外，所以行程耽误了下来。而达里尔的出现让伊莎认为他就是上天安排的护送使者，他希望达里尔能帮忙把劳伦送往北边。可努哥压根就不信什么预言之说，虽然很感激眼前的修女救了自己一命，但上帝不是他的信仰，什么高僧预言和命运指引都不是他的行事准则。To be the new Messiah, to lead the revival of humanity. 达里尔都无语了，末世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早就意识到，想要活下去就只能靠自己。指着一个10几岁的孩子拯救世界，是嫌这个世界还不够疯狂吗？就在他准备使用无线电台的时候，伊莎却告诉他无线电台的真空管早就坏了。You're fucking with me. 见努哥是真的生气了，伊莎赶忙说道：“此次护送劳伦北上的终点处是个码头，听说那里每天都有船只往来，但北上的路途遥远，危险重重，又加上你不会法语，所以你很难到达那边。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劳伦特一同北上。”意识到又被套路了一波的达里尔，气得直接拿起武器就朝外走去。这帮人可真能算计自己。眼瞅着达里尔真要离去，不死心的伊莎还是追了出来。他开始恳求努哥能帮他们，这可关乎着人类未来。面对着这顶大帽子扣下来，达里尔开始了反向劝说，表示这里自给自足又够安全，干嘛非要想不开的去信一个喇嘛的鬼话，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他不香吗？指望一个孩子去给人类带来希望，真是有够荒唐。 What does he think about your plan, huh? Au revoir, Monsieur Daryl. Nous nous reverrons. It means we shall meet again. He doesn't know about any of it. He's young, it's too much to put on him. I've already made plans. I ain't looking to make any more. The world is lost, we know that. Hope fades gradually and then all at once. If we're wrong, at least you will have helped a boy get to a better place. But if we're right, why not bet on hope? 思量了片刻后，达里尔还是拒绝了。相信希望没错，但这希望太过于扯淡，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按自己的想法来比较实际。望着达里尔离去的背影，院长走了过来劝说伊莎，有希望没什么不好的，或许这个人并不是被选中的信使，我们可以继续等待下去。而达里尔这边，他才刚走出没多远，便听到了前方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为了不多生事端，他赶忙躲进了一旁的树后观察了起来。不多时便看到一个车队朝这个方向开了过来，车上坐着的人个个都凶神恶煞，看穿着打扮明显跟他昨天在庄园遇到的人是一伙。而车队的方向正是修道院。达里尔心里暗道不妙，这帮人肯定是来寻仇的。那帮修女虽然总想着算计自己，但怎么说也算是救了他。很快车队便来到了修道院的门口。 Bonjour ma mère. Je cherche un fugitif, un américain. Nous sommes en Vêpres, monsieur Caudron. On va rentrer ma mère.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on va rentrer. 见到这帮人是铁了心的要进来搜查，碍于对方臭名昭著的名声，院长只能让人打开了大门。接着他便走到伊莎面前，嘱咐他赶紧把劳伦特藏起来，不然被发现的话肯定会被抓走去当游击队。科登领着手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在法国，基本人人都是宗教的信仰者，一般也没人会打修道院的主意，科登也不例外。只是这次他唯一的亲人被人杀了，他这才无视了宗教的条条框框，
直接带人找上了门。与此同时，伊莎把劳伦特带进了神父的办公室里，叮嘱他在自己走后将门反锁，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交代完，他便把房门给关了起来。等出来后，他开始组织其他修女们拿上武器准备着。其他人也清楚对方是来者不善，一旦出了什么状况，今天恐怕是要血染修道院了。等伊莎来到外面后，柯登已经领着人走了进来。他上前本想着劝退这帮人，但柯登可是有备而来，直接拿出了那张修道院的宣传单，表示我们的人被杀了，在现场发现了这个东西。Juste à côté que deux de mes hommes aient été tués. J'en ai un qui était mon frère. Je les colle partout où je vais. Martin, on te la garde. Reçu. Richard, Philippe, à gauche. Les autres, avec moi. 柯登也不废话，直接招呼起手下开始搜查。他确信那个杀害他弟弟的美国人就藏在修道院中。很快，柯登带着一个小弟进到了武器室。在密室里的劳伦听到脚步声后，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自己刚刚忘记给门上锁了。他刚把门锁上，外边的柯登就听到了动静，当即就掏出了短枪，示意手下做好准备。接着戒备地上前去转动门把手，却发现门被上了锁。而密室里的劳伦也是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此刻的柯登确信里面藏着人，于是二话没说就想着强行破开门锁。就当他要开枪的时候，外边却传来了手下的呼喊声。这时他也顾不上这里了，赶忙出去查看。可等他看清了外边的情况后，便放松了警惕。原来是手下发现了被关起来的神父丧尸。他纳闷修道院里怎么会有这东西。院长则解释道：“这是我们的神父，我们的信仰相信灵魂是能得到救赎的，即便他的身体已经死了。”柯登却不以为然。现在的他满脑子都是想着为弟弟报仇，管你什么救赎不救赎的。说着就让伊莎老师坦白，不然就让手下把这只丧尸给解决掉。见伊莎还是不愿意开口，柯登果断地下了命令。Vas-y, je te dis. 就在院长劝说男人的时候，藏在密室里的劳伦听到外边没有了动静，耐不住好奇的他便擅自打开了房门。Pardonnez-moi, mon père. 见到神父被杀，劳伦特还是没忍住冲了出来。神父不仅仅是他的导师，还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亲人。不曾想他都变成丧尸了，这帮人还不放过他。这时柯登询问起了劳伦：“你们修道院不都是女人吗？这孩子是哪来的？”说着就让手下将其带走，打算让他加入组织，将来好成为他们热内战士。关键时刻，及时雨弩哥出现了。双方这下彻底撕破脸了。伊莎也趁机带着劳伦朝着后院跑去，而其他修女也是急忙拿着武器过来支援。追来的3名手下一瞅这架势，也是愣了一下。而柯登这边，他正带着2名手下搜寻着达里尔的身影，因为并不知晓弩哥的底细，所以他们搜寻的也是比较谨慎。这时一个手下听到后边有动静，惊得他赶忙拿着猎枪出来查看，一出来就看到一个同伴倒在了地上。柯登也从楼上走了下来，这下确定达里尔就在1楼，俩人拿着枪一点点的朝着那边靠近。一开始达里尔的攻势还挺猛，打了柯登一个措手不及。可柯登能在末世带领着一众手下，自然也是有些实力，直接抓到机会就开始反击，愣是把达里尔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在一顿皮靴输出后，达里尔被踢得躺在地上好半天都没能缓过来，而柯登则是捡起了手枪，打算结果了这个外乡人。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怒喝传来，是伊莎赶到了，还成功的打掉了柯登的手枪。柯登一瞅形势不对，转身就要逃，达里尔起身就是一枪，可惜只打中了肩膀。就在他追出来再要补刀的时候，圣母玛利亚现身了，就耽误了一会儿的功夫，柯登已经逃到了门口。等达里尔再次返回院子里的时候，打斗已经结束了。只见院子横七竖八的倒着10几具尸体，大部分的修女和入侵者全都死了。看着这一幕，达里尔的心情很是难受。这个地方再怎么说也算得上是末世的一方净土，可现如今却因为自己变成了这样，他很是自责。如果自己之前选择留下来，可能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等达里尔进到屋里，才看到
老院长也身负重伤，命不久矣，这让达里尔更加的愧疚。老院长并没有责怪弩哥，而是告诉他，劳伦是带领人类复兴的希望，请求达里尔一定要把他护送到北边。这次达里尔没有拒绝，他清楚修道院的这场浩劫是由自己引起的，心中有愧的他直接是答应了下来。晚上，他们把老院长和修女们的尸体全都安葬了。明亮的火光吞噬不掉悲伤。现如今的修道院只剩下了他们几人。从明天开始，他们就要护送着劳伦北上。经历了这件事情，达里尔也敞开了心扉，主动地说起了自己的经历，表示自己有着家人在等待，也有必须去完成的使命。他提出可以帮助护送劳伦北上，但一切结束后，他希望伊莎可以带他去往港口找一艘能回到美国的船只。伊莎也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自此，护送小队正式成立。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次行程将会困难重重，而成功逃走的柯登又会开启怎样的复仇之路呢？